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直播。先去发一个公告，准时开始，前面放个片头。好，有人大家在说什么呢？随着 DeepSeek 渐渐歇菜，美股英伟达、博通都又新高了。这个事儿跟 DeepSeek 歇不歇菜其实没什么关系。DeepSeek 现在用的人还是挺多的，而且 DeepSeek 本身对于英伟达来说就是利好。当时确实是有一点点小恐慌了。7点啊，这不是8点吗？来了啊，欢迎。好，我们稿子呢？是的，4月没买上英伟达低点的已经拍断大腿了。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补点啊？当然咱们不做具体的投资意见和建议啊，赚了是你们自己的，赔了也是你们自己的啊，跟我没关系。好，今天呢，我们一共是2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 EDA 软件已经过1个多月的封禁，重新恢复。然后呢，第二个话题呢是叫做国家牵头反内卷行吗？对吧？我们有2个疑问句开始的标题。首先，我们开始第一个话题 ：EDA 软件经历了1个多月的封禁，重新恢复。然后呢，这个开始从这个问好开始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下 EDA 软件经历1个多月的封禁，重新恢复。然后呢，中美贸易战中间的有一个小插曲，就是 EDA 软件的封禁。大家注意啊 ，EDA 软件是哪天封禁的？5月23号被封禁的啊。3巨头叫新思科技、捷成电子和西门子，同时收到了美国政府的通知，向中国出口 EDA 软件的时候必须申请许可证，对吧？现在大家都不说我封禁你啊，就是说你去申请许可证就完了，万一我批了呢？对吧？那么就是5月23号去封禁的。同期封禁的另外几个项目，但是它这特别有意思啊，它封禁都是有前有后的啊，就是可能差个几天啊，不是说我一把就全部的都封了。另外几个项目呢，一个是乙烷出口啊，就是从美国出口乙烷到中国来；另外一个呢是 C919上用的航空发动机，还有一项呢是核电相关的设备啊，也都是禁止出口了。那么这个封禁都是在什么样的时间下来做的呢？都是在中美日内瓦会谈之后新设的这些封禁，这个而且是分批的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去时间点去封禁不同的东西，今天封一个，明天封一个啊，这样来的。那么到7月2号，EDA 软件乙烷和 C919的这个发动机就解除封禁了啊，解是同一天解的。这个呢应该是响应6月份中美在伦敦谈判了以后的这个结果，说我再把这3项给你解开。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核电相关的设备依然没有解封啊，认为这个事情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所以呢，这就是在这个中美日内瓦会谈之后，新加了4项封禁，然后到7月2号说，你看我们表示一下诚意，我给你解了仨。然后所有在中美日内瓦谈判之前的封禁信息、封禁的东西一样也没解，对吧？这个之后的还少有一样还没解开，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了。那么这一次解除的通报呢，也很有意思啊。这个伦敦会谈之后，逐渐开始解除啊。美国的口径呢是叫放宽了部分限制，但是没有明确具体解除哪些。中国的口径呢叫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啊，就是中国一般的口径都是这样的。
我们反对这个什么这个各种贸易问题啊，这个安全化呀，反对这些东西，我们要求这个大家公平的开放啊，一起来去做贸易啊，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变化过啊，这就是双方做的一个反馈。美国商务部呢，在7月2号就开始向各个公司发函，说贸易不再需要许可证了啊，不再受限制了，大家去处理就好了。然后中国这边呢就啥也没说啊，至于稀土到底怎么样，反正我们说，哎，这个中国政府你们这稀土到底出不出口啊？然后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啊，这个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伦敦谈判之前的限制啊就没有提这事儿，伦敦谈判之后的限制呢也没都解开啊，然后中美两国呢都不想拉这个清单啊，说我到底哪些是原来有限制的，到底有哪些是新的啊，然后到底解了哪些啊，大家都不说。因为你拉了清单以后都不好看，中国这边还在讲啊，你看美国人怂了，对吧？这个伦敦谈判完了以后，给咱们把这玩意儿都解除了，但是他没想说这个伦敦谈判中间解除的这些，都是在日内瓦谈判之后新加的嘛，而且新加了4项，给你解除了3项，对吧？然后美国呢也不愿意，就是哪个党也不愿意说，哎，我给中国解除限制了啊，这个说这件事儿，他们后边可能也不太好选啊，所以。大家就都很含糊的说，哎，我们解除了部分限制，啊，中国说你看他们怂了啊，大概就是都精神胜利了一下。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讲一下 EDA 这个东西啊 ，EDA 是什么呢？EDA 呢就是设计芯片的软件啊，它这个名字呢叫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利用计算机软件工具来完成芯片、集成电路设计、验证、仿真。布局、布线等流程的技术啊，是芯片设计从概念到量产的基础设施。这个你每个字都听得懂，对吧？但是合在一块什么意思呢？对，芯片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一笔一画设计出来的或者说一个晶体管一个晶体管设计出来的，这个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这个能力范围了啊！你比如说一个老大个的芯片，比如说英伟达的 B200吧。它有多少晶体管呢？2080亿个晶体管，你设计这种东西是人能干的活吗？肯定不是嘛，对吧？讲个笑话吧，比如有一个人啊，说我这个老厉害了，我写了什么什么系统，另外一哥们不服气，说来把你写过的代码给我背一遍，对吧？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设计芯片也是这样的啊。谁谁谁说这个黄仁勋，你设计了这个 B200芯片，来，你把这个 B200芯片的设计图给我背一遍，这不是扯淡吗？这不可能的啊。那怎么去设计这样的东西？我记得原来有一句话叫这个谁谁谁说的话一句顶1万句啊，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软件设计过程中，包括芯片设计过程中也是这样的，就是它使用大量的封装组件来进行设计，并不是说我这儿有一个晶体管，那儿有一个晶体管，然后这根线怎么连，那根线怎么连，不是这样，而是说，哎，我这边有一个组件叫做 GPU 单元啊，那边呢有一个组件叫存储单元，在这儿有一个组件叫一个什么计算单元，它等于是一大堆这样的组件，然后说，哎，我现在把这些组件拼在一起，然后呢把这些接口自动的对齐了，然后你就把它进行堆叠就可以了啊。你比如说我最后这个多少核心啊，几十核心、几百核心，然后再把它怎么排列起来，对吧？然后这个使用 EDA 软件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各种各样的组件给你拼一块儿。拼完了以后呢，再去进行优化，对吧？我拼就是叫逻辑拼在一起了那么你在逻辑上你已经有了这些东西，但是最后我放在这个芯片上怎么排的更方便一些，或者怎么排的可以更加省电、更加少发热这个更安全，对吧？稳定性更强，这个就是 EDA 软件要干的活了这个叫编译优化的过程。所以这个 EDA 也是这么来工作的，大量的 IP 组件通过 EDA 组合在一起。那么上下游的厂商呢，也需要 EDA 软件相互验证。你比如说，他们呢需要做一个东西叫 PDK，叫工艺设计套件叫 Process Design Kit 叫这样的一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PDK 是由芯片制造厂商，比如说像台积电、三星中芯国际这些呢，他们提供的一套数据和工具集合。包含特定的这种制造工艺，比如说7纳米、14纳米的一些物理规则这两个东西之间应该离多近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别给我放一块儿它有一大堆这样的规范在里头各种模型和参数那么这些东西呢会形成一个工具包，这个放到 EDA 软件里头去，然后 EDA 会根据这个工具包呢
进行优化，然后让他说，哎，我把这个内容都给你排好了啊，然后我们可以去在你这个工艺制成下，可以把这个芯片做出来。而且呢，不同代工厂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啊，有些说我这个材料不太一样啊，这个纯度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我有一些别的这个独门秘技啊，我这个比如说两个组件之间可以更近一些，对吧？那么光刻的精度呢，我可能也跟别人有点差异啊，布线的层数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些都有差异。PDK 呢，就将这些工艺细节转换为 EDA 工具可以识别的格式，确保工程师用 EDA 设计的电路呢，能够适配特定代工厂的流程和制造啊，那么避免呢，你设计出来的东西以后，到人代工厂做不出来，就是你给台积电做的这个设计啊，你送到三星它做不出来的，对吧？你给三星做的设计，你送到这个中芯国际它也做不出来啊，它是这样来去工作的。那么它这种 PDK 里头包含什么呢？就是各种，比如器件的模型啊，晶体管长什么样，电阻长什么样，电容长什么样啊，我的各种的这些这个小的配件的一些物理参数是什么样啊，电学特性是什么样的啊，这个都是在这个 PDK 里头啊，包括一些工艺的规则啊，布线的宽度啊，间距啊，这个通孔大小的这个制造这个限制啊，什么都在里头。而且呢，在这个叫什么呢？这些 PDK 呢是代工厂的核心技术资产，通常是严格保密的啊，仅向合作客户，也就是芯片设计公司授权提供，且不同制成的 PDK 是完全不通用的啊，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没有这个东西配合 EDA 软件，你说我做 EDA 软件去了，没用啊，这是搞不定。那么 EDA 软件呢，是一种验证成本极高的软件啊，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像我们也写软件，我们也用这种叫做编译器啊什么的，对吧？但是我们的验证成本是很低的啊，就是我写了个软件，一摁这个编译，它就咔咔编译一遍，然后给我跑错了没关系啊，我就再回来改完再跑呗。但是芯片设计软件不是这样的啊。你说我想验证一下你这个芯片设计软件到底好不好使，你需要上下游产业链配合起来，才能完成一次验证，而且这一次验证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待会儿我们会来讲这个成本。那么 EDA 软件封禁呢，也就是封了1个多月啊，从5月23号到7月2号封了1个多月，到底有什么影响呢？首先这1个多月里头，新的许可证就不许卖了啊。你说我现在想再去买一套去啊，或者说我这个原来有10个人用，我现在想20个人用了啊，这个就不允许做了。老的许可证你可以继续使啊，比如说有人像这个西门子买了这种EDA 软件了啊，已经买好了，你可以接着用，不受影响。但是呢，你买回来这个 EDA 软件就不能升级了。刚才我们讲了 EDA 软件的一个核心是有大量的 IP 组件，那么这些 IP 组件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对吧？你比如说 ARM 今天我又更新了一个什么小的这个 IP 组件上来，明天我又改了点什么东西啊，哪儿发现一 bug 我给调了，对吧？那你等于这1个多月你就没法升级，然后呢你也没法扩容啊，就是我原来有10个人，现在变15个人啊，没法整。还有呢就是不能得到技术支持，因为 EDA 软件包括它上下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你要想让把它跑通的话，是经常需要找地儿问人去的啊，不是说我把这东西拿回来一关门自己干活去了啊。那么在这1个多月里头就没有技术支持可以用，所以呢不能说完全不能干活了，但是肯定心里会很别扭啊，很不舒服。而且呢，这个最大的麻烦是什么？你不知道啥时候解禁。你说我给你封了以后永远不解了，对吧？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就得找后路嘛。如果封的时候告诉你说，哎，我1个月以后给你解开，这就不是什么大事啊。但是，这个懂王肯定不会告诉你说我封完了以后什么时候给你解的，对吧？所以啊，很多人也要去找后路。那么这个影响是必然有，但是天也没有彻底塌下来。你比如说像小米玄界 O1，对吧？封禁之前基本上做完了啊，那么它就没有受到什么限制啊。那么这1个月呢，也不是说大家马上就要升级就要扩容的吧，忍一忍吧。EDA 呢，其实也没有彻底的解禁啊，3纳米以上更高制程的其实是没有解禁的啊，就是这一次这个3纳米以上制成的，就是比如说2纳米的这个 EDA 是它就不是这一次这个日内瓦谈判之后封禁的啊，它是很早，大概在去年就给封了，就是中国只能拥有3纳米的这个制成的工艺啊，再往上的不允许做了啊。这个你说我把这数改不就行了吗？这个你不让我做2纳米，我还就真不做了。
对吧？这个其实可能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啊，制程提高并不是简单改个数就完事儿了。2纳米芯片，这个它其实是使用了一些新的工艺啊，叫全环绕栅极 GAAFET 的这样的一个纳米片晶体管制架构啊，它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新工艺。那么美国说啊，这个所有 GAA 这样的工艺的这个 EDA 软件啊，你们不允许出口，或者出口了以后你要把这个功能给它关掉，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设计2纳米的芯片了，对吧？这个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解开。2纳米芯片什么时候来呢？今年的下半年啊，苹果的 iPhone 新的这个芯片啊，这个应该是iPhone 16吧上面的芯片啊，现在应该就是我搞不清现在 iPhone 多少了啊。然后以及呢，苹果的 M5 芯片就都是2纳米的啊，已经把台积电一开始这些2纳米产能基本上都吃干净了。所以小米计划设计玄界 O2 也只能继续使用3纳米啊，不能用2纳米的。明年高通就会出2纳米的旗舰芯片了，那么这个小米玄界 O2 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对吧？你又设计了一款芯片，结果人家旗舰已经升级了，你没升上去，对吧？当然也有传闻说小米在玄界 O1 发布之后，芯片设计部门有裁员和离职的现象啊，因为有一些离职员工跑到小红书上发帖去了啊，但是呢，这个传闻并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所以玄界这东西后边到底咋玩不知道了啊。那么国产 EDA 赶快替代啊，对吧？这个美国人给你封禁了，你赶快冲上来去替代一下。那么国产的 EDA 现在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呢？低制程的这个芯片啊，你比如说10几纳米的啊，或者是到更大一些啊，更低一些的，比如说20、30纳米的这些芯片呢，咱们现在是能做的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叫做市场占有率的，而且呢。现在是基本上叫被国际3大巨头打得抬不起头来，对吧？你只要是说我有钱去做芯片，就没人用他们，对吧？这个你跟这个国际的3大 EDA 软件的巨头比，你没法跟人竞争啊。这个是一个现在国产 EDA 软件最大的困扰啊，最大的困扰。这个现在呢，国产 EDA 也开始去兼容这个上下游接口去了啊。国内的 EDA 企业在3纳米的工艺验证方面。也取得了突破，主要是盖伦电子和华大9天，其技术能力已经通过了台积电3纳米工艺认证，并且呢已经进入了实际应用阶段了，就是他们已经开始能够出3纳米芯片，然后到台积电去做了啊，而且流片也成功了，这块呢已经算是在3纳米这一块的我们基本上算是可以自己搞定。那么这些国内的 EDA 厂商呢，趁着这一次封禁这1个多月呢，那肯定得抓住机会嘛，抓紧提供服务啊，提供关怀，提供情绪价值，想去抢占一些市场。只是呢，这1个月的时间太短了啊，最多呢可以让这些芯片设计企业呢，得到一些技术支持啊，或者做一点点的技术验证。这个你想完成这种工具的转型啊，说你从这个西门子的换成这个，比如国内华大9天的这个，还是有点难度啊，这1个月的时间还是太短了。那么 EDA 软件为什么这么难追赶呢？对吧？你说咱们中国人这么厉害，对吧？这个追别的东西都追得可好，为什么 EDA 这事儿都费劲？第一个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太长，对吧？不是说你自己把这块做完就完事儿了。这里头也没有什么一家独大，对吧？一下我占领市场，像什么谷歌这样的，它也没有这样。现在也是3家，然后呢，上下游一堆人需要跟你去配套啊，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对吧？你做了一新的，然后你就要跟上下游去谈，说，哎，我做了个新的啊，咱们能不能一块这个配套一下，做点事儿？人家都懒得理你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去做一家新的 EDA 软件出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些上下游的接口呢，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呢，它有大量的接口，对吧？你比如说我这边把这个图画出来，到那边你怎么认这个图啊，对吧？这就需要接口文档或者说要接口协议嘛。那么这些接口呢，有一部分是开放的啊，并不都开放。现在呢，很多的 EDA 软件厂商说我们也准备走向开放，我们准备把这个接口都开放出来，大家都可以用。有些呢，现在虽然是开放接口，但是呢，主导权在别人手里。就是这些3大厂商，他随时想改，他随时改，对吧？然后你其他人说我也用你这接口，你改了你跟我说一声啊，
人家说那不行，这规则我定的啊，我想改我就改了，我不告诉你，对吧？这个就虽然开放了，你有文档可以看，你追这个标准，追这个接口也是很痛苦的。而且现在呢，还有相当一部分接口是保密的，对吧？你必须要去跟上下游厂商去签协议，签保密协议，然后要给钱，人家才愿意把这个接口拿出来，咱们去一起用去啊。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跑到台积电去做是这个验证啊，那你现在跟人签协议，人家你得给人钱，人家才给你验证的啊，否则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麻烦的，就是大量的非公开接口。还有是什么？巨大的组件库啊 ，IP 组件库。刚才我们讲了，像 ARM 呀，像什么这个 MIPS 啊，还有什么 RISC-V 啊，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有大量组件库来构成的。而且这些组件库呢是不断的更新和积累啊，积累非常非常多。那么这些组件库可能一开始就是说我们给这3大做完就完事儿了。你现在做了一新的啊，那你说我现在也想把这个组件库套进来。那要么就自己去做兼容性啊，要么就是花钱找人给你做。有些人就是说我也懒得给你费这个劲了，你说我给你把组件库更新到你一个新的这个 EDA 软件里头去，让你可以去调用这些组件，又挣不了几个钱，对吧？没什么意思，你反正用户量也不大啊。那么这个也是很麻烦的。而且现在我们就算想去扩这个组件库的话，也只能什么呢？就是把新的弄进来，一些老的你也没法整了，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因为整个做 EDA 的上下游呢非常复杂，场景也很庞杂。你说我今天做一个 CPU， 明天做一 GPU， 后天我做个 WiFi 模块，再往后天我再做一什么东西，它场景非常非常多。那么场景这么多了以后，就会遇到一什么问题？就是它有好多小工具，比如说吧，我现在做个，比如 WiFi 模块啊，我这个 WiFi 模块里头可能专门有一个小工具，就是给它做调优啊或者验证用的。那么这个软件呢，可能并不在这个EDA 软件里头，而是另外一家公司卖的。那你说我把这个小工具做出来了，我可能就给这几家大的用一用就完了，甚至我可能3家大的都没有支持权，支持的其中1、2家，我就这样了。然后你说我现在做了一新的啊，我也想要用这个工具来去验证，没人给你做呀，对吧？这事儿没法整。国内的 EDA 软件呢，现在还很难实现全场景覆盖啊，只是说哎，中间某一些场景我现在可以做了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可能我们现在还做不了。因为为什么？就是工具链不全啊。那么现在也只能什么叫碰到做过的还能应付啊，来个新的场景就费劲了。那么这个玩意儿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车工的师傅，对吧？我记得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到这个工厂里边去实习过啊，那师傅就跟我们讲说，你看哪个是老师傅呢？这是一柜子啊，这个车工的师傅里有柜子里有好多刀头啊，谁家的刀头比较多，这就是个老师傅。对吧？他上不同的活上这个不同的工件，他需要有不同的刀头啊。那么你这些刀头用完了以后，你要收起来，下次再遇到同样的事儿，你还要用，对吧？他是这样来工作的。这个有一些新的人上来说，哎，我也来去做车工了，对吧？上了一新工件，哎，我没见过啊，原来这个没有跟他趁手的工具，我就只能领一个新的或者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就来用，对吧？那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嘛。所以 EDA 软件上有很多边边角角的工具啊，也是某些特定场景下啊，这帮人给人做的。你想再迁移一次，还没准原来工程师都退休了啊，没人理你。所以这个也是 EDA 软件比较难去超越的一个原因啊。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使用习惯啊，很多人使用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包括快捷键，人家都已经记住了，按哪个键出什么东西。你给人换了呢，这个就很费劲啊。我记得原来我有一个老板吧，算是啊，他呢是 Excel 玩的特别熟练啊，原来投行出来的，口头禅叫 Excel 我是他祖宗啊。这个就这种投行出来的人呢，他们都是使用这个 IBM 的那种就是 X 系列的电脑，就是特别小，然后中间有一红豆啊，就是他们连那个触摸板都没有，他们就特别习惯使这个东西，然后所有的快捷键玩的飞起。然后到了这个互联网公司以后，说这个您这大神啊，对吧？我们要尊重您一下，给他配了一个麦克，然后说完了，武功尽废，对吧？还是微软的 Excel， 但是呢，你从 Windows 搬到 Mac， 说完了啊，所有的这个快捷键都不一样了。你光这个 Control Alt 到这个 Mac 上变成 Command 和这个FN 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键，他就不会玩了。所以这个就完全瞎踩啊！所以他有的时候这种习惯是很难克服的。
而且呢，大量的中间环节属于是什么？能跑就别动啊，谁也说不清楚什么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你想你做了一个这么大的芯片，对吧？这个里头有很多东西就是每次都动啊，每次都是对的啊，每次都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其实谁也说不清楚。你改嘛，你只要敢改，它就敢错，对吧？你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就对了，因为它里头的这个晶体管啊，各种电路太多了，只能说，哎，我们验证了这一块是对的，你就别动啊，千万别动啊！你找一个没验证过的人上来说，我重新做一个试试啊，我比你厉害，别费这劲啊！这个，所以这个里头呢，也是导致啊，这个 EDA 软件比较难超越。那你说现在我有 AI 了，我 AI 编程这事儿行不行？AI 编程呢算一个双刃剑啊 ，AI 编程呢可以把很多原来没有的小工具，对吧？可以给你快速的补上，这事儿没毛病。一些底层积累，比如说我原来积累了一堆的这个组件库啊，IP 组件库，现在没有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拿这个 AI 工具啊，快速的给你生成一点，做一些填补？有可能有些部分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的 IP 库，比如说 ARM 的这种 IP 库，在 AI 的帮助下，也在快速发展。那么会有更多的 IP 只支持主流的 EDA 软件，主流 EDA 软件可能会跑得比国内这些 EDA 软件跑得还快啊。所以 EDA 软件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追赶的领域啊，这块就属于让你抄你都不知道该咋抄咋下手啊。那么这个里头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生态。对吧？这个 EDA 软件呢，刚才我们讲上下游生态是非常非常难打破的。那么所有需要依靠上下游生态的这玩意儿还不像 CPU 似的，对吧？或者操作系统，你这个生态还可以自己建。EDA 软件这生态你都连建都没法建，为啥？第一个是它使用批量特别小，对吧？它不可能说我今天卖了10万份，明天卖20万份，全世界需要干这玩意儿的人总共也没几个，对吧？所以它批量很少。高价值的软件生态，而且就是你每一次试错、每一次验证的成本还非常高，所以这样的话，你就除非原来生长出来这个生态，你说我现在想做一个新的，特别特别难。国家呢现在在鼓励国产 EDA， 这个没什么办法，对吧？时不常有人卡脖子，你只能说鼓励一下咱们做吧。但是呢很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呢？哎。我一下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一旦是说这个有人去，比如说人家不这个美国人不让你用了啊，你就确实是国内发展一下。但是美国人只要让你用，对吧？这个这些厂商说我还是老老实实用人美国人的吧，别费劲了，对吧？他都是这样来工作的。现在呢，做芯片设计分2个大流派啊，因为第一个是正常流派，正常流派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小米玄界 O1这样的啊，他就会去买最新的 IP，用最新的工艺，快速的用国际大厂的 EDA 啊，然后做出一个芯片来啊，这个让台积电去代工啊，用最新的工艺代工，然后大量的去购买各种的技术支持跟服务。这个为什么小米玄界说，哎，我去设计芯片了，对吧？几千人扑上去，大干快上，一把就这个是100几十亿、130多亿美金给它花掉啊，130多亿，我忘了是美金还是人民币了，把它花掉，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为什么这玩意儿要需要几千人呢？因为你想，可能每个人就熟悉其中一块就完了，对吧？你一个 CPU 上面各种各样的组件，也是几百上千，甚至可能上万种组件，然后你要去拼接。那么之间到底怎么个接法？接完了以后应该如何去设计接口？这个你让1、2个人去搞这玩意儿搞不定的，或者说你需要搞很长时间才能搞定，那干脆咱们几千人，咱们一把它搞定了啊！这个他是这么来干活的。为什么小米会选择这条路，或者这叫正常路径呢？因为你要在当年拿出能够卖的芯片来，对吧？你说我现在拿出一芯片来是前年的技术啊，就像这个麒麟9000这种芯片，对吧？我拿出来是2年前的技术啊，但是因为你们要爱国，所以必须要买麒麟芯片的手机啊。那么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小米没有这么大号召力，只能是说，我们就要拿出一个跟当年的旗舰芯片相平齐的东西。到明年啊，比如说小米没做出来啊，到了2026年才把这芯片拿出来。
那就废了呀，人家2纳米都出来了，你这时候拿出3纳米芯片来，你卖给谁去啊？都没人买了啊，没人买了，对吧？你前面100多亿美金啊，100多亿，我估计是人民币吧，100多亿130亿人民币花掉了以后，这个就打水漂了，对吧？芯片这东西就1年的保质期啊，过了就没了啊，你必须在当年的市场上有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派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走这条路啊，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就扫地僧型的。比如说呢，这2天国内还在传一个消息，叫龙芯 3C5000这个芯片啊，正式的下线啊，我们已经量产成功了。它呢就基本上属于3年前的技术水平，对吧？只花了10亿人民币就搞定了啊，小米是花了130亿人民币才搞定的啊，这哥们儿花了10亿人民币就搞定了。他的团队呢也很小啊，几百口子人啊，就把这事儿搞定了。那你说几百口子人怎么能够搞定这么复杂的 CPU 呢？这个慢慢磨呗，对吧？我做个3、5年，慢慢把它做出来不也就行了？我又不着急，对吧？最后因为它叫龙芯嘛，大家爱国还是要买的，对吧？而且还有这个信创产业啊，我们要使用国产可控 CPU 啊，你们买呗。那这种东西兼容性就很差嘛，对吧？它完全是自己的架构、自己的指令集、自己的所有的工艺都是自己的，对吧？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啊，那么这样的兼容性怎么办呢？对吧？你不能说我做了芯片再接着做操作系统去啊，这事儿搞不定，他就只能写各种编译器啊，然后把这个 Linux 啊，把这些开源的操作系统编译到它的芯片上，可以让它去工作啊。然后呢，确保一些 ARM 的指令啊、MIPS 的指令啊，还有 x86 的指令呢，可以在它的这个指令集上跑起来，对吧？它只能干这样的事情。至于跑完了以后性能怎么样啊，兼容性怎么样，是不是这个稳定性如何，就不能保证了啊。反正现在东西做出来了。连续做很多年啊，具体什么时候出他自己也不愁卖，所以无所谓。这个芯片呢是12纳米的工艺，对吧？这个所以它10亿人民币才可以把这事儿搞定。你如果是上3纳米，对吧？3纳米的，就是像小米这个玄界 O1 这样的芯片的话，你做一套眼模板，1亿美金就没了啊！啥叫眼模板？就是做芯片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过程？就是你首先设计完了以后。你要跑到这个代工厂，比如台积电啊，什么中芯国际，跑那儿去流片去，啊，流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做这个眼模板。基本上大家想象说，我在一板子上刻了一堆缝啊，然后呢，在这个硅片上抹光刻胶，然后拿这个板子刻好缝的板子往上一盖，再拿紫外光或者极紫外光往上照一下，啊，照完了以后，盖住的部分就没照着这个紫外光啊，没盖住的地方啊，就是镂空的部分。被这个紫外光或者极紫外光照完了以后呢，就产生化学反应啊，整个东西就会变成不一样的，这芯片就出来了。说是这么说啊，这比较简单，但实际上呢，它这种眼膜是30到50层，它不是一层啊，就是每一层你像套色印刷似的，要不停的去照，都照完了以后啊，说我这个才算成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卡脖的技术啊，中国人造不了这东西，必须依赖进口啊。那么你做3纳米的眼膜做一套。这个1亿美金就没了啊！你说我做完了以后做失败了怎么办啊？流片还有失败的嘛？失败了，你在这个3纳米的这个眼膜上啊，这个叫做眼膜板上再修改，5000万美金到1亿美金，你还可以再搞一搞。如果失败的太厉害了，那这套废掉了，下次流片的时候再重新刻一套这个眼膜出来啊，那个就又以1亿美金或者2亿美金没了。你像苹果的那些就是芯片，它大概一套。眼膜盖板都得上10亿美金啊，那个是很贵的。讲远了啊，所以说它这个12纳米的工艺啊，上3纳米的工艺可能一次流片它这个钱就花光了啊。那么现在龙芯这个芯片，即使号称是全国内架构指令集和加工工艺，它的 EDA 软件应该也是买的海外3大厂啊，这个也没敢用国内的啊。龙芯的芯片原来是 MIPS 架构啊 ，MIPS 啊这样的一个架构。虽然经过了这个换代啊，这次说我们去自己发明了一个叫龙架构，叫龙 architecture 的一个架构，对吧？整个翻新了，但是呢，应该还是有一些原来 MIPS 的这种 IP 组件被继续沿用了啊，没有人说我可以从头开始写这东西的，啊，这个是这种啊，叫是2个大流派。那么像这种小批量高价值的软件呢，它会有一个很有趣的。这种大规模软件遇不到的困境，像我们原来说，哎，我现在要写软件了啊，或者我要去做技术选型了，
我们会选什么呢？叫大型的活跃社区的技术，对吧？这个你说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不会了，我还找地儿可以问去，对吧？或者我去搜一下别人的这个问答过程，我就可以找到方法，可以把这事解决掉。但是你想玩这个 EDA 的，全世界没几个人，对吧？而且这个薪水还都挺高，都挺忙的。你想靠他们去给你解决问题，这事儿基本上不可能啊！这些人里头没有说玩开源、为爱发电，这个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是拿着高薪，然后在这斤斤计较，说我到底是拿了多少薪水，干了多少活，对吧？你上这问问题，你必须得付钱啊，要有技术支持，买了协议了啊，买了技术支持合同了，人家才给你服务呢，否则没人理你的，对吧？所以这个是小批量软件的一个困境，它不像是我们做大批量软件似的，你都可以找到社区去解决问题。那么互联网、移动互联网、AI 呢，都是可以靠开源社区去弯道超车的，因为社区足够大，但是 EDA 走不通这条路，只能花钱死磕哈。那么这块呢就很麻烦了。那么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高价值，就是它的试错成本奇高。刚才我们讲了，你做完了这个芯片以后，你要去流片啊，你就要跑到人家代工厂去啊，比如台积电，做一套这个刻一套这个板子啊，1亿美金没了。对吧？你才能知道说，哎，我这东西做的对不对？弄完了以后不对了，那人台积电才不管你呢，反正我按照你这个给我刻的板子，我给你把它做出来了啊。然后你芯片拿出来以后为什么发热，我不知道，你自己回去查去，对吧？那你这1亿美金就没了，对吧？所以它试错成本奇高无比。所以如果美国人一直坚持制裁啊，那也不是做不出来，咱们就慢慢坚持做呗，对吧？更高的成本，更慢的速度，时不常翻个车什么的啊，翻一次车可能几千万上亿美金就没有了啊，大家就是这样来干呗。前提是啊，这个没有其他人竞争啊，大家都这么做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用这样的国产 EDA 软件做出来的这个芯片也还是卖得掉的啊。但是现在美国人放开了，商人还是逐利的啊，只要美国人让用，那咱们就绝对不用国内的。芯片设计公司很多是需要在流片之前单独再融一笔钱的啊，就是很多的芯片设计公司都是。我在前面做各种这个软件的设计、逻辑的设计、逻辑的验证啊，在这个流片之前，我融的上一笔钱是够用的。你只要开始流片，你就要重新去融资啊，因为前面那个不够，对吧？你哪怕说，哎，我融个2亿美金啊，我再去做一个流片，那么你融的这个新融的这笔钱呢，通常也就够你流1次片的啊。所以玩不好呢，你可以小范围的再修改啊。如果你说我玩大了啊，这个修改不回来了，上一次刻那板子不能用了，这个那就下次再说啊，公司就解散就没了。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谁敢去使用国产的 EDA？ 没人敢用啊，对吧？你说我直接用这个国外做好的这个 EDA 软件，我把这个IP 往里一拼凑，对吧？嘁哩咔嚓把东西做好了，然后送到台积电那儿就做出来了，对吧？中间到底是怎么成功的，怎么不成功的，我们也不知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吧？那这个。反正我芯片做出来了啊，上百亿的这个人民币我也花掉了，这个该吹的牛我也吹了，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上了一国产的，它是便宜了啊，弄完了以后送到那儿去，你有50%或者60%的可能性会翻车，而且翻了以后你都不知道该咋弄，因为你融资融到那笔钱已经被你花完了。那它这种情况下啊，国产 EDA 软件是非常非常难以追赶的。那么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个各种极限拉扯，这个呢应该仅仅是一个开始啊，就是封 EDA，封了1个月啊，1个半月吧，又把它解开了，对吧？这个国内这帮 EDA 软件的公司算是空欢喜一场吧，然后让这个国内做芯片设计的这帮人呢，也是小心脏跳得扑通扑通的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给你放开了。但是明天啊或者后天什么时候再去这个再封啊，谁也不知道这个。这个呢，就是川普任期的第1年啊，后边还有3年半呢，所以后边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应该还多呢。后面到底会出什么样的事情，还真不好说，对吧？万一哪天他说，哎，我们整个都放开了，咱们玩一次行不行？这个你也备不住的吧？因为9月3号大家都在传说，川普是不是要带领大批企业家，带领一大堆 CEO 访华看阅兵式，是不是3巨头能碰面了啊？这个世界太魔幻了，因为普京肯定要来。对吧？普京是一定要参加咱们的阅兵式的，然后川普也一直喊着说我要带一大群 CEO 来访华，对吧？如果真成型了，9月3号
这个阅兵的时候，3位老大就可以站在主席台上挥手了，那画面实在是太美，不敢想象啊。这个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去股市做多了啊？这个事儿你说到底靠不靠谱呢？不知道啊，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有确认这件事情。但是呢，已经有记者跑到外交部和商务部的这种记者招待会上去问了啊，然后这个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行还是不行这件事儿，对吧？说明这件事儿呢，并不是完全没有啊，确实是在沟通。但是川普这样的一个人赶来的话，这个你前后的工作也确实是需要做很多的，对吧？到底来干嘛？怎么说啊？这个还是大家要慢慢商量啊，这个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韩国那个新总统也说了啊，如果川普来我就来，对吧？因为我们邀请他来去参加这个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啊，9月3号这个阅兵。韩国总统说我们这个肯定要重新修复中韩关系啊，但是我要去参加阅兵的话，要考虑中美关系啊，要考虑韩美关系，对吧？所以如果川普去，他肯定得跟着来啊。这个川普不来的话，他应该也不太敢来啊，大概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说川普来不来不说啊，或者川普来了以后跟这个普京啊，跟其他人一块儿这个能商量出点啥事儿来，咱也不管啊，这个都不说了。那你如果川普真的带着黄仁勋、苏姿丰、马斯克、山姆奥特曼、提姆库克、劈柴这帮人就跑中国来了，谈啥？对吧？你总不能说，哎，你看我有好多好东西，我就不给你吧？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吗？没有这么干的，对吧？你如果真的把这帮人带来了，你肯定还是得要把这些生意都做掉。对吧？他也不可能往中国卖歼35啊，不是歼35，他也不可能往中国卖这什么 F35啊，或者什么萨德这玩意儿，咱也不可能，咱想买他也不敢卖给咱们，对吧？那么最多也就是让这个什么山姆奥特曼啊，黄仁勋啊，苏姿丰，让他们把这事儿搞定不就完事儿了吗？咱还是愿意花大钱去买的呀，对吧？这个只要消息确认啊，美股大概率还会创年内新高或者叫历史新高吧。因为川普现在还在讲说什么呢？说哎，这个9月中下旬，因为咱们看这个前面是应该最先庆祝的是俄罗斯的就是俄罗斯庆祝他们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然后呢是欧洲庆祝，然后现在咱们庆祝啊叫抗日战争胜利。9月中下旬应该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啊，川普也说了，我准备。这个叫什么呢？我准备这个9月中下旬邀请咱们老大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去，对吧？那总还是要碰面的嘛，啊，那你要这样的话，也没准真的谈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啊，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总结一下吧，这一次的 EDA 封禁呢，就是川普玩的一个把戏啊。伦敦会谈之前，所有封禁的都没解开；伦敦会谈之后，所有封禁的没解干净啊，大家呢还觉得谈判有进展了啊，反正也是挺开心的一个事情。EDA 这种小批量、高价值、长时间周期需要全球生态链一起来去维护的软件，是非常非常难追赶的啊，这个确实很难。这个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在这里头不那么好使。另外呢，就不要老想着卡脖子啊，这个还是想想川普带着 CEO 代表团访华的场景多么美好。啊，或者是这个9月中下旬啊，川普邀请咱们大大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创建80周年大会的时候啊，会有些什么样的新变化吧？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有200人啊，还不错。我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如果 EDA 软件涉及到组件的生态，是否进行国产信创比较难，因为不是纯粹软件的问题。是的，其实信创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挺伪命题的事情，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最近老忘记沙发，你看你还是要早点来吧。范生好啊，香港粉丝啊，点赞了，欢迎欢迎。YouTube 现在也有榜一大哥功能了，是的，刷火箭当榜一大哥啊，这个我没遇到过啊，其实一直都有，就是送这个付费小礼物一直都有，应该是啊，我这边显示的有超级粉丝排行榜啊，我还没遇到过这个东西 ，XPS 系列带指点杆啊，这个方便一只手操作。
他们就是我 X1、X0就这种机器，然后呢，他们是就很小，那个机器我记得是12寸还是什么，其实主要是为了方便他们坐飞机。啊，指点杆就是可以让整个这个这个键盘变小嘛。啊，你这样放在这个包里，而且特别很多的这种财会人员是女生嘛，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小手包里啊，拎着四处跑。当然，我告诉你，那个财会拎着电脑那个小手包是奇沉无比的。这个台积电2纳米应该是明年 iPhone 使用，哎，我刚才在 GPT 上查，说是今年下半年啊，也有可能是明年，我觉得明年可能性大一点。今晚貌似人不多啊，是的，人不多，没关系。3C6000不是5000哦，是吗？我是查的，看来又被这个什么给骗了啊，又被这个 AI 给忽悠了啊，他给我写的3C5000，反正我就记得有个数，因为我自己也不会买这种东西，所以这个数具体是5000还是6000，我没有特别记清楚。龙芯始终没用过 MIPS 的 IP 盒，当年也是指令集兼容，核心自行设计。哎，龙芯这个好吧，就算它自行设计吧，完全都没有用到这个 MIPS 的任何东西，就完全自主研发、自主可控，没毛病。不可能来的啊，和普大帝站一块儿，这个我觉得啊，你如果是拜登呢，他还是叫可以预估啊，但是，川建国同志真的是比较难以去猜测啊，所以他这个事儿，你拿他打赌都心里没谱。欧盟那个手机电池要能通过简单的工具更换的法案可行吗？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其实意义不是很大，这个完全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事情。你像美国其实是有这种，就是它有这种就是iPhone 电池更换套件，对吧？你可以在美国的这个 Apple 的这个官网上买这个东西。啊，然后它有一个手册说你如何去更换这个电池，但是真的意义不是很大。所以从 EDA 护城河来看，软件应该建立自己的组件生态。所谓的组件生态呢，其实是需要靠时间来建立的啊。这个时间积攒下来以后，后边人基本上没法追赶，特别是这种用的人不多、试错一次成本还巨高的软件，基本上追不上。牺牲防水性，对，你如果能换电池，这东西就不要惦记防水了。看过一次同事使用国产操作系统，体验真是一言难尽，那种东西就不应该存在。这个事儿呢，就是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吧？国产操作系统这种东西呢，你搁在比如说现在的系统，你放在5年前或者是10年前吧，也还是一个挺好的操作系统，没毛病啊，该干的活它都能干了。只是呢，到现在你再去跟当前的这些操作系统，安卓、iOS 和 Windows、Mac 跟这些玩意儿去比的话，就啥也不是了啊，就完完全全就没法看了。所以呢，叫不怕这个，叫什么？就怕货比货吧，就货比货底扔，大概就这么个意思。而且这种系统就是你将就用也能使，像朝鲜呀、俄罗斯啊都有国产操作系统，但是呢，这个民众不用嘛，就是军方啊或者他们就是说我没办法，我必须用啊，基本功能也都有。好啊，这个今天的问题不多吧？虽然有个200多人啊，那么在这儿呢，趁着这个功夫啊，跟大家讲一下周日的这个活动。周日呢不是周日，说错了，周四，下周四。就是呢，我现在已经找好地儿了啊，这个我看一下我的哎频道，对，现在呢在老范讲故事的叫做帖子里面啊，或者叫社区里面有一个帖子啊，最上面的这个就是北京线下活动安排确定啊，欢迎报名。时间呢是在周四啊，这个7月10号下午2点到4点啊。报名的方式呢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报名啊，这个
里头有个链接，大家把这个链接贴到微信里头去，就可以去报名了。打开报名小程序之后，点击参加活动，这个填写报名表格啊，报完名之后呢，里头有个二维码，需要添加一个 AI 活动小助手的这一个企业微信啊，在那个里头要付费，这个199啊，这个我们拿了这个钱以后呢，主要是给大家买点吃吃喝喝的东西，如果有剩下的钱啊，这个我估计花不完，这个现场发红包啊，这个玩玩小游戏啊，大概也就是这样啊，我尽量不要让这个钱剩下，尽量把这个钱花完，这个付费的过程呢要稍微曲折一下，并不是说报名的时候付费，而是说先完成报名，然后添加这个 AI 活动小助手，然后在这个里边去付费，反正第一次玩吧，不是很熟练，希望呢，周四下午线下可以跟大家见面啊，这个也稍微的讲一下这个事儿。老范觉得特斯拉 FSD 在国内落地进度缓慢，还有救吗？不是什么有没有救的事儿啊，就任何一个技术推起来快也好，慢也好，这个事儿都并没有那么重要啊。你只要说出了事儿，我愿意坚持往前走，都行啊。特斯拉的 FSD 在国内也出了很多事故，出了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呢？出了一些这个交通违章的这个事情啊，这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它数据也在不断的收集过程中，对吧？然后再拿去训练就好了，这个还是可以搞定的。没找到帖子啊，帖子就是在老范讲故事的这个频道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帖子，那我看看是不是把它copy 到这个什么留言区里头。对，就是从井号小程序这个地方，一直到最后这个汉字之前这部分，把它从井号开始 copy 啊，然后到这个汉字之前这部分把它拷下来，贴到微信里就可以去干活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这种活动是不是还得报备啊？50人以下不需要，我们现在就是按照50人的标准去做，但是我估计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吧。这个我在北京会有那么多的观众，然后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还要交199来看我，对吧？这个就我觉得不会有太多啊，可能有个10几20个人，咱们能够好好聊聊天就挺好了。咱们呢主要还是聊 AI 吧，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大的这个范围啊，不能说我今天想聊点别的。这个而且注意呢，我们是找的人孵化器借的这个场地，所以呢，这个不要给大家找麻烦啊，讲一些特别不该讲的话到现场是不行的啊。这个应该是如此了。为什么一定要收费呢？就是这个避免说，哎，我这个报了名不来啊，就是你交了钱，你如果报了名不来呢，我们就剩下的人拿这个钱去吃吃喝喝，然后这个发红包抽奖啊，这个我们就谢谢您的这个赞助也可以，没毛病，对吧？这个建议大家还是说，不想来的啊，我就别报名，别交钱啊，想来的呢你就报名交钱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预期提车啊，这个还有31到34周，原来呢写的叫32到35，那过了1周了嘛，所以就少1周啊。然后我估计到下周应该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因为这周日是改配啊，有不到24小时吧，应该是周日的早上10点到周一的晚上12点之间。可以改配置，但改了配置的人呢要重新排队。我估计重排完了以后呢，像我们这种不改配置的人呢，这个订单可能就会稍微的调整一下。要是周末就好了，周四要搬砖，对啊，你看这个有很多人周四是来不了的嘛，所以呢，这个确确实实我觉得人不会太多吧，有个10几20个人，咱们能好好聊聊天啊，也就如此了。
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准备第二个故事了啊。这个好久没有讲第二个故事的这个时候了。第二个故事，国家牵头反内卷，这事儿行吗？反内卷啊，这个国家要牵头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于2025年7月1日举办，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啊，说我们要强调这件事情，而且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为各行各业反内卷提供了政策指导和方向，对整治行业内的恶性竞争，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啊！这就是7月1号开的这个会。那么大家注意啊，这里头有些话呢，我们可以去觉得是一个挺有趣的事情啊，比如说依法依规治理啊，这个主要呢是要低价无序竞争，要治理这个东西，要提升品质，这都很好的。但是呢，后边这半句就比较吓人了啊，听着就属于冷风习习了。什么呢？就是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就是有大量的企业是要破产的，有人要失业的啊，这个事儿是已经在7月1号讲了。另外一个会的第15次制造业企业座谈会，这个呢是在2025年7月3号，工信部主持的啊。前面这个是谁呢？是中央财经委员会主持的啊，后边这个是工信部主持的，聚焦加快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要依法依规综合治理光伏行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释放出强烈的光伏产业反内卷信号，对吧？这是去讲的这么个事情。那么今年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反内卷。从年初开始啊，大会、小会、两会什么各种会都在喊反内卷啊，而且今年的反内卷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叫依法依规啊。什么法呢？是这个叫反不正当竞争法啊，依这个法来进行这个反内卷。而且我们也要去强调说，我们承认啊，产能过剩了，我们要去调整过剩产能，对吧？要让这个过剩产能有序退出啊。这个里头注意还有有序两个字儿，就是你不能嘁哩咔嚓全废掉啊，你也不能说有一堆人失业，这个有点难啊。然后啊，转向优质生产力，但是大家要注意，现在需要去这个处理的这些落后产能呢，其实就是几年前的优质生产力，光伏、新能源汽车。对吧？这都是几年前的这种优质生产力啊，现在一把过剩了，要重新把它们淘汰掉。那么各行各业要出来表态嘛，对吧？第一个，汽车行业出来了啊，说前面60天付款，实际上也是一个反内卷的过程。汽车工业协会发出了这种倡议，对吧？这个避免低于成本价倾销啊，避免虚假宣传，一定要公平竞争啊。这种行业协会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约束力了，但是大厂啊，他们是怎么干的？比亚迪啊就宣布了，7月1日起，啊正式取消22款智驾版车型的一口价政策，终止最高5.3万元的限时补贴啊！我这个价格战不打了，我要涨价了。当然了，厂家的一些补贴还是在的呀。国家置换补贴与厂家补贴叠加以后，仍然可以实现最高3.5万元的优惠。而且呢，还提供什么2年免息、5年超长贷等等这样的这些金融手段啊，让你去买车。你像我要去买小米的车，我就问人家，我说你有没有这个免息贷款？没有啊。我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金融工具？没有。我们有贷款，但是你就老老实实付利息。你现在去买特斯拉都是免息的，对吧？但小米说没有，我们这个车都造不过来啊，你不愿意等甭等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2025年6月啊，比亚迪要开始向经销商发放上半年的销售返利，超过10亿的返利要直接发掉，因为他卖一辆车的返利是600多块钱嘛，你如果一直压着不发的话，这个经销商也是很痛苦，你还要跟人家打价格战，对吧？很多经销商都是靠返利才能够让自己活下去的，你卖的时候可能本身就是亏着卖的
啊，那么压了这么长时间，说算了，我们良心发现把它发了吧。而且比亚迪啊发布了叫库存熔断机制，如果经销商库存超过了预警线，就会自动的停止发货，避免库存积压导致资金链风险，对吧？原来就是你要想到比亚迪的经销商，你就得老老实实压货，对吧？现在说，哎，我们做的稍微文明一点啊，实在太多了，我们就少发一点啊。然后啊，比亚迪还要做什么 SKU 精简，对吧？原来是比如说一个车型里头各种各样的小细分支啊一堆啊，那你这样的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经销商备货的时候会很麻烦，对吧？如果我备错了，你就搞不定这件事儿，对吧？你说我备了个 A，然后人家来买 B 了，搞不定，那你现在就没有这些了啊，我就把这个 SKU 变少一点啊，人家来了以后说我要选个配啊，改个东西啊，你可以现场稍微给人家倒腾倒腾，就能把车卖了啊，这个也是让经销商的库存可以降低一些的方法啊。而且呢，比亚迪承诺要稳定终端价格，避免频繁调价损害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原来等于他让经销商把货压去了以后，他就降价啊，降完价以后呢，经销商已经把钱付了，对吧？成本是固定的，但你最后就只能亏钱卖，对吧？那么比亚迪也做了这样的承诺啊。另外呢，就是承诺在国内产能扩张，基本上就不再扩张了，就是电池厂可能还会扩张，但是整车厂在国内已经停止扩张了啊，我们不在国内再去做新的整车厂了。那么整车厂上哪儿做去呢？海外做去啊，巴西去做去啊，这个墨西哥呀，什么土耳其啊，上那儿做去啊，到那边去抓紧扩张去。还要减少工人加班啊，不要加那么多班。但是你减少工人加班的话，可能就会节省一些加班费吧，就是加班费就不发了嘛。啊，这就是比亚迪做的回应。其他呢，我估计可能各个厂家都会照这个模板来呗。然后光伏企业啊也去做了承诺，说减产30%啊，以后30%的产能就直接淘汰掉了。国家跟各省呢也设立了专项基金啊，帮助企业进行技术转型和改造啊。那么这是光伏的事情，钢铁跟煤炭呢，每次只要是减产啊，肯定跑不了他们啊，必须减啊。然后电商平台啊，这次还有一个反对卷是给他们的啊，这个停止过度补贴，对吧？停止仅退款。降低比价权重，因为原来很多这个电商平台会让你去比价，比价的话就是便宜的这个就更容易卖掉嘛，而且比价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是完全相同的品牌型号去进行比价，而是说差不多的商品一起摆啊，一起来比价，这样就很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啊。那么现在各个电商平台都承诺说我们会削减比价的功能与权重啊，这样你看中什么东西了啊，你就好好买。其实比价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东西啊！大家都去比价的话，电商平台自己也不开心啊。为什么？因为电商平台最主要的收入是广告收入啊。这个我打了一堆广告，然后用户好不容易在我这儿点到我们叫 landing page 或者叫落地页，准备要去点这个提交啊，要买东西了，结果你跳出个比价来，然后让这个用户跳走了，对吧？买了一更便宜的劣质商品，这玩意儿我谁还愿意给你打广告啊？啊，所以在这块呢也是要反内卷啊，这个还是有效果的。但是呢，电商平台呢还会卷啊，卷其他什么呢？卷下沉和到农村啊，这个是电商平台要再继续卷的东西。然后呢，各个电商平台现在在卷即时零售，卷外卖啊。这个美团呢开启了一个东西叫浣熊厨房啊。我记得上一次讲京东的时候，我们讲过说京东下一步可能会做京东的集中的厨房。啊，把这个没有门店的人搁在一个屋子里，24小时直播着给你做饭，啊，保证东西都很干净、很安全。这个话音落下以后，还有很多人说京东不会干这个的，这个美团先干了啊。美团说我租块地方，我整一个浣熊厨房，然后把这个没有店面的人都塞里头做饭，然后我给大家做直播，我保证他们进的货都安全、都干净，对吧？搞了这么个事情，已经开始搞了，所以还在卷啊。那么这一次的反内卷呢，就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脊背发凉啊，为什么呢？让人想起了一个东西叫供应侧改革啊，这个是2015年的事情。当时呢，就是也是发现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问题嘛，然后要软着陆嘛，所以就搞了一个叫供应侧改革的东西啊，这个是这个咱们啊这个老大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干的活。啊，当时呢做的叫3去1降1补，3去呢叫去产能啊，主要是钢铁跟煤炭
啊，它去的方式叫卡环保，就是你的这个环保不达标，我就把你的这个去掉啊。所以第一个是去产能，第二个呢叫去库存。去库存呢是去房地产库存啊，就是大家盖了好多房子卖不掉怎么办呢？农民城市化啊，我们给农民发城市户口，你们都去把这房子买走啊，这个是去房地产库存。第三个是叫去杠杆，就是改善债务结构呗。但是这个呢，没看出效果来啊，因为经历过疫情以后吧，这个各种地方债、各种债务，没有办法搞定啊，而且还是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去杠杆啊，三去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然后降呢是降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政放权，降低企业税啊，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社保啊，降低社会保障啊，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低电力价格，降低物流成本。这个里头呢，就是降低电力价格和降低物流成本这两事儿呢，确实是干了。其他的呢，这个反正各自体会吧。然后啊，这个是你看啊，三去一降，还要一补，补什么呢？叫补短板啊。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啊，这叫补短板。所以呢，这个你说你做了基础设施建设了，你这个去杠杆咋去啊？你不去借贷，你咋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对吧？你搞不定嘛。啊，所以这个是基础设施建设补了一下啊，然后科技创新，这个折腾了半天，我们现在把这个大基金上一波的控制人全都崩了啊，这个所以科技创新啊，我们也补了一下短板，然后城乡统筹发展啊，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是干了啊，把农民轰出原来的土地到城里来买房，然后呢，我们要对外开放啊，这个没办法，后边赶上疫情了，这个环保生态建设这就不知道了啊，包括这个人才队伍建设。对吧？一年毕业1000多万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了啊，所以我们人才队伍建设也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这个供给侧改革呢，是以强制行政手段推动的，而且是短期内立竿见影，效果极好，对吧？就是它的 PPI 啊什么的马上就改了啊，这个企业就有利润了啊。这个15年做的，到16年、17年的时候，确实觉得日子好过了一点啊。这个。正好那时候董王也在任上啊，然后美国的经济也在变好，所以咱们觉得哎日子过得好一点。但是到20年啊，疫情来了以后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害怕呢？这个你说反内卷啊，我想到了供给侧改革，我害怕大量的企业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关停了，特别是啊河北唐山的这些钢铁厂啊就直接关掉了。我记得当时的那个梗是什么呢？当时说。全世界谁的钢铁产量第一啊？中国啊，没毛病。那谁第二呢？河北省单独拎出来第二。那谁第三呢？唐山啊，唐山的钢铁厂产链啊，它第三。说第四呢？第四有可能是美国啊，还有可能是唐山隐藏起来瞒报的那部分钢铁厂产量是第四，对吧？当时的这个钢是这么产出来的。我还记得当时我有个同事啊。他就是唐山那边钢铁厂的厂二代，就是他们家是有厂的，后来就没有家产可以继承了，对吧？但是他好歹是在北京上班嘛，互联网公司里边上班啊，所以没有家产继承的，对于他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了，那你说这么多的工厂关停了以后，那就会有职工分流的问题啊，就是很多的人会这个失业，当然了，他不能叫失业，失业这事多难听，对吧？所以呢，他们叫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就是你原来是炼钢工人啊，以后呢，你比如你去开个滴滴呀，你去这个送个外卖呀，对吧？你也没有下岗，也没有失业啊，所以我们并没有这个很多的工人失业。中央财政呢还安排了1000亿人民币的这个专项奖励，去这个干嘛呢？就是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啊，要让这些人不要闹事儿啊，维稳啊，这个1000亿还是花掉了。2016年，大家注意，2015年是供给侧改革，2016年全国城镇新增了97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啊，就是接近1000万。那么这些呢，主要都是滴滴外卖和快递，这里头有一部分就是供给侧改革完了以后出来的这些，这个产业工人啊，还有一部分呢，应该是农民啊，就是从农民让他们农转非啊，然后让他们去
这个进城买房啊，他们也会算是现在新的城镇劳动力了。所以呢，经过供给侧改革，虽然有些人觉得很疼吧，但是2015年、16年、17年3年的失业率其实是在下降的啊。2015年的失业率是5.04%，啊，2016年是4.02%，2017年的失业率是3.9%，对吧？那么在这个里边呢，自由职业者或者叫新型职业者呢，数量激增。啊，那么这一次的反内卷跟当时的供应侧改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的地方，其实大家都能理解，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了啊，产能过剩了，然后我需要去调一下，对吧？不能让这些企业无序的崩掉啊，然后要有序的啊，把一些我想淘汰的淘汰掉，把这个我想保留的要保留下来啊，不能说这个泼脏水连孩子一块泼出去，这事儿不行，对吧？所以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刚才咱们讲的是一样的地方，看到了轰轰烈烈的反内卷，很多人就回想起了供应侧改革啊，而且，还是有些后怕的。供应侧改革呢是强制的这种行政命令去推的啊，而且是极快速的推进。而反内卷呢，我们一直在强调是使用市场和法律工具，行政命令为辅啊，而且要慢慢来，不要特别着急，嘁哩咔嚓就改过来，对吧？反正。而且它基本上是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它是使用法律工具嘛，啊，使用这样的一个法律工具来去进行反内卷。供给侧改革呢，主要是针对落后产能和房地产啊，落后产能是煤炭、钢铁和这两个产能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啊，就是发展什么光伏啊、新能源汽车呀，发展这些东西。那么这一次反内卷呢，主要就是针对上一次供给侧改革之后发展出来的这些新质生产力啊，我们再给你收拾回去啊，还要往更新的方向继续发展。等啥时候咱们再裁撤晶圆厂、什么芯片厂，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供给侧改革之后啊，新的就业形势容纳了这些失业人口，这一次失业人口估计就比较麻烦了啊，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都在降本增效 ，AI 来临了以后，包括白领都在大量的被淘汰，没有企业加班，也就没有企业给员工去涨薪水，整个社会缺乏信心和消费能力，任何人想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转型再去找到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原来可以吸纳一部分就业的这些什么外卖呀、滴滴呀、这个快递啊，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再想让失业的人再重新找到工作，这可能是要稍微的痛苦一点点了。那么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靠行政干预来反内卷呢？对吧？当市场无法在法律框架下有机运转的时候，实际上有两条路可以走，就是一旦你说我现在需要进行行政干预了，一定是市场规则失效了嘛？啊，那么第一条路呢，就是完善法律体系，让市场自己去消化各种各样的问题。另外一条呢，就是进一步的进行行政干预啊，使得市场机制进一步失效啊，这个就是两种处理方式。但是我们呢，我们一般喜欢大干快上啊，就是使用这个进一步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去进行市场调节。那么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就不应该出现产能过剩和这个极度内卷这样的事情啊，这事儿本身不应该出现的。比如说吧，这个竞争力差的企业自然而然就该淘汰，对吧？你玩不下去嘛，该破产破产呗，对吧？你不能因为你是国企，不能因为你是某个地方的企业或者有关系，你就要生存下去，你就要在招投标或者在企业竞争中，你就要占优，这个事儿是不合理的，对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提这个统一大市场，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地方保护干掉，对吧？不能说是这个你们家的企业要优先活下来，然后别人家上你这儿去做项目，必须跟你家企业合作啊，这事儿不能有啊。这个其实在去年提统一大市场的时候，我还专门录节目讲过这个事情，我说想得很好啊，但是比较难实现。如果现在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和规范的话，其实也不会发生这种降价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事情，对吧？你质量不好，偷工减料，直接罚死不就完了吗？对吧？中国的各种处罚都是说，哎，我罚的钱还没有你挣的钱多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啊，那它就会变得比较麻烦。如果是在海外的话，你比如说你直接偷工减料就直接罚死了，对
对吧？而且这个什么呢？你因为价格战把劣质商品卖出来，直接曝光它呀，让他们失去市场，不也挺好的吗？对吧？现在国内的话就完全两回事，对吧？你要去，这个买车啊，一帮人劝你啊，你要买车的时候不要去买这个法务部很强大的公司的车哦，很隐晦啊，不敢说具体是谁，对吧？说了那个视频就投诉下架了，对吧？他们还可以继续造便宜的很烂的车出来，造完了以后还不许人说，对吧？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你才有极度内卷呢，你肯定是市场调节规则失效了嘛，对吧？这个统一大市场，我们从去年开始喊到现在，其实还在喊，也没什么用，对吧？减产、限产能这件事呢，你说，哎，我减你的还是减我的？这些事儿肯定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对吧？咱们喊别人啊，要减的是别人的产，咱不能减自己的。而且咱们国家处理减产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是靠什么样来处理的？靠行政部门发批文啊，发资质来去决定谁行谁不行的。你们自己想去决定谁行谁不行，这哪成啊？对吧？我们要给你发资质啊，你有了资质以后，证明你行啊，你没有资质，行也不行啊，他是这样来工作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电动汽车啊，你现在说我想造个工厂造电动汽车行不行啊？必须有资质才能造啊，我们要避免这个产能过剩啊，这个你这个地方如果有这个产能啊没有用起来的，我就不让你盖了啊，他是这样来工作的。这里呢有一个很典型的血淋淋的案例啊，就是小牛电动车，就是做那个2轮电动车那个公司。那个老板叫李一男啊，应该也是清华的。他呢想造电动汽车，车子还很漂亮，当时还就在我们家附近的商场还开了专卖店啊，开始卖那个车。那个车好像是叫旅行家还叫什么那个车啊，非常非常漂亮。很多人去订啊，订完了以后呢，拿不到资质，最后只能退钱啊。为什么？他在常州啊，在我老家常州金坛区政府。没有把资质给他搞下来啊，最后只能说我把所有订车的人的钱退给大家，对吧？我不玩了。那你说常州为什么就搞不定呢？因为常州金坛区有一个汽车工厂，叫大成汽车工厂啊，这个大乘佛法的成啊，然后这个大成呢，它停产超过24个月了，你需要重新去审核资质，你才可以接着复产。就这种资质呢，它是2张资质啊，一张是工信部的资质，一张是发改委的资质。就是这个大成汽车呢，应该是有发改委资质的，你呢需要把工信部的资质重新续上啊，你才可以继续去生产。就是你要恢复生产要花钱啊，这个才可以。那你说我干脆生产一张，申请一张新的不就完了吗？啊，那就需要搞这个发改委的资质了。而发改委的资质是造车资质里头比较难搞的一个啊。发改委的资质评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新能源汽车产能利用率是不是达标？什么意思？就是你这儿有3张资质啊，然后呢，每张资质应该有多少这个产能啊，然后是不是都用上了？用上了我就再给你发新的啊。如果你说没用上，你这儿还有一些工厂停着呢，那我就不给你发新的了啊。这说着也挺合理的，对吧？像北京小米是怎么拿到资质的？北京市是把这个已经停产的宝沃汽车直接给注销了啊。然后它原来还有一张资质是什么呢？就是北京现代27原来有个资质，然后宝沃汽车有一资质，然后北京现代27那个资质呢，后来给理想了，理想卖的也还可以嘛，这个产能就算利用起来了，然后再注销掉一个啊，把宝沃一注销，那么空出一个资质来给小米了。那常州呢？如果在常州市啊折腾这个项目，没准也能折腾下来。但是呢，它问题是常州市的金坛区政府，它是一个下边一级的政府，对吧？常州自己有北汽啊，有这个东风日产，还有大成，有一堆汽车厂，都在这停着呢啊，都没事干。那常州市金坛区呢？你要想关停这个，比如说江苏省的这个其他城市的这个叫做产能，这事儿你说了不算啊。那你说我把常州市其他区的一些没有利用起来的闲置产能给它关了行不行？你也说了不算。那它只能是折腾它自己这个大成。那大成呢，说你关不掉它，那算了，咱们那个恢复生产吧啊，整一笔钱出来，先租后买，你先租这个产线，先把这车造出来，然后呢，等这个赚一段时间以后，你再把这个生产线买下来，连资质一块买下来，不也行吗？对吧？但是大成呢，又是一屁股烂账，对吧？所有为什么关不掉的东西都是一屁股烂账，没法接受审计，所以它也关不掉。然后你要想拿着钱让它去恢复生产呢，你也得审计。然后李一男看了半天那个账本，说算了，那不费这劲了啊，把所有购车款全退了，然后放弃了。所以这种发资质来去限制产能这个事儿，也是一种行政机构对市场的粗暴干预。对吧？市场机制之下很简单，该破产的破产呗，该开工的开工。李一男一说我想造汽车，
那你开工呗，你自己想在哪儿造在哪儿造，然后剩下这些没法整的这些工厂你就破产呗。啊，他又不说这个资质呢算是最值钱的东西，有一工厂里最值钱的就是资质，对吧？它是一张纸啊，我只要有这张纸在这儿，我就有价值在这儿，对吧？啊，那么你想让我把这个资质废了，那不行，我前头也是费了千辛万苦的力气，然后甭管是用正规的手段不正规的手段吧，反正我也是把所有的面子什么都弄完了啊，都耗进去了才拿着这张纸，我凭什么给它废掉，对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挺好的汽车品牌就这么没了。那么市场机制逐渐在各级行政干预下失去调节能力的情况下，就只能继续下行政命令进行干预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内卷肯定会越反越内卷啊，以后会更加内卷，这没什么办法。那么这一次的反内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设置了举报机制和法律规定的一些处罚条款，对吧？这个比如说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罚几十万、几百万，对吧？最高的可能是可以罚去年全年销售额的3%还是多少？就是现在的罚款金额已经重很多了啊。但是你去举报完了以后，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去处理这个事情就不知道了啊。这个依靠行业自律呢，基本上就不用想着了啊，因为行业自律协会本身没有什么执法权利。然后法律手段这件事呢，不管法律运作怎么样吧，至少它速度不快啊，慢慢折腾。然后当法律需要执行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面对地方政府和政府保护，对吧？你说，哎，有人举报你们这个哪个地方的这个汽车产能过剩了啊，然后你到那儿以后，人家说你不能瞎说，我们这个很辛苦才搞到资质，然后这个是寄托了多少代人的这个期望才变成这样的，你怎么可以说我产能过剩呢？对吧？他会给你讲这个啊，这是我们这个甚至是比如退休的老书记遗留给我们的财产，我们不能那个什么，或者甚至给你讲谁谁谁来的时候捡过彩，你怎么敢把它关掉，对吧？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最后到底怎么去把这个过剩产能把这个内卷干掉，其实真说不清楚啊。那么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国企应该不太会受到影响，因为国企本身你要把它干掉的话，也算是国有资产流失，对吧？不是那么容易的。另外呢，新势力呢应该轮不到他们啊，因为量小嘛。但是你再来新的就不好玩了啊，这个后边的资质审批应该会越来越难。大型民企这一次应该会经历一个痛苦时期，比如说像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这样的大型民企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了。但是呢，也不用太替他们担心啊。我觉得，这些民企就属于叫杀不死我的，会让我变得更加强大啊，它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而那些被保护下来的国企呢，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差啊，因为没有经历过风雨，没有经历过这些痛苦的时期嘛。破产的企业和失业的人的话，肯定还是不会少的。但是这一次消化起来的话，要比供给侧改革那一次还要难得多啊！因为整个的社会这个精气神没了。你像15年、16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有精气神的，对吧？还是觉得这个厉害了我的国，对吧？这个满天下都等着中国人去解救的时候，但是你到现在，你说这个刺激消费、刺激这个什么整个的经济往前走，太费劲了啊！总结一下啊，这个该死的不死，就是内卷的根源啊！你比如说一些企业该破产，你不让它破产啊，那就是内卷根源了。然后你通过资质的方式去保护这些该破产的企业，那么也会让新的企业起不来啊。根源解决不了啊，继续在脆弱的市场调节能力上进行行政控制啊，行政管控。那么后边反正咱们看效果呗，对吧？这个大家一起来去观察，反正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吃瓜群众啊，还是有很多瓜可以吃的。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居然有第二个故事，是的啊，今天有2个故事，又赶上直播了啊，欢迎。最近看大美丽法案通过，各种妖币蹭热度也太多了，又专门翻出来看老范讲稳定币的视频看了看，普通人看来也就是买点股票算了。对，大家注意啊，稳定币这东西是不能炒的，因为那东西就是美金，你炒它干嘛？它是跟美金永远是一样的。大美丽通过，美股破新高啊，看来还是支持的。是的，因为它给企业减税了嘛，所以大家肯定还是比较支持它。跑步回来了啊，这个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啊，这个鸡蛋灌饼你好
上周我们已经线下面基过了啊。现在世界主要城市是不是都挺热的啊？是这样的啊，好像南方还行啊，但是北方都很热。我埋伏了石油天然气了，涨了，好吧？10年到20年之间，大幅扩本科生学历贬值很厉害，是这样的。失业叫灵活就业，大厂叫毕业，反正就不叫失业呗。大炼钢铁之后，大吃饱啊，这个吃饱好吧？正常出清本就是市场的正常机制，国进民退就是让没有竞争力又没法出清的央企、国企占领市场。其实央企、国企这点还好，最比较麻烦的是这种地方企业啊，他们才是各种的不公平竞争的一些主要因素。去收购那些过气儿车企不就行了？例如海马这种，现在大家车都卖不掉，你谁收购车企啊，对吧？而且收购车企的时候，你要把这笔烂账给它收拾干净，谁也不愿意去啊，对吧？这个没法整啊。你要说这个账干干净净的，对吧？这个我跑来啊，甭管是借贷去融资啊，还是怎么样去收购啊，去租借啊，它都是可以做的，但是它账不干净啊。各行业基本都是靠国企资质在卖，是这样的。如果北京的资本买了海南的海马，海马归北京还是归海南啊？还是归海南的，因为你在海南创造这个税收啊，创造这个就业呀，这些东西，然后海南也会把 GDP 算在自己头上。发现北京公交很多线路的跟车保安都没有了啊，这个估计降本增效了呗。来晚了啊，不晚不晚。帝都比我们这儿热啊，在北京我要跑步的话，得晚上10点再去啊。北京今天还可以，但是北京比较潮。北京现在的天气，用北京人的话说叫熊舔了的天气啊，就是靠有狗熊在你脸上舔了一口那感觉啊，黏糊糊、潮乎乎的。北京不能室外运动，会中暑，那是比较危险。地方城投下属企业，还有各个事业单位的下属企业，一个事业单位下属少则几十家，多则上百，很多都是吃空饷。吃空饷还行，他们会这个竞争的时候优先承包各种工程项目，然后再层层转包，对吧？这个完全没法整。所以这一次反内卷实际上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就一句都没提啊。所以你说这反内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吧？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再讲一下啊，我们下周四线下活动啊，下周四下午2点到4点，北京地区线下活动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啊，这个我把这个再在我们的评论区发一下啊，这个我实际上发在帖子里的啊，有人能看到。小程序啊，这个从井号开始抄啊，井号到最后这个中文之前的这个 P， 把这块复制下来以后贴到微信里啊，就可以打开小程序进行报名了。交费199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报名的过程可能会稍微的曲折一点吧，反正大家多担待第一次。然后呢，我希望是这一次做完了以后，各个地区吧，如果咱们这儿凑够了人呢，我就去线下玩一圈去啊。这个后面也是可能离开北京就会时不常断个更啊，但是呢，我可以更多的走出去跟大家见面啊，积累一些新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吧。啊，这个第一次在北京了啊，这个当然你说北京什么时候说我们又凑齐一波人了，还想再聊一次，那我们就再做啊，这个也没问题，因为这一次找的这个场地呢，人也说啊欢迎常来，对吧？他们还有一些创业者，因为是个孵化器嘛，说也想参加咱们的这个活动啊，这个都没问题。想辞工了啊，这个我也没法劝你，对吧？这个反正现在能苟就苟吧。如果真要反内卷，让欧美资本进来就行了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如果真的要反内卷，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国有企业、地方企业好好收拾收拾啊，这个事儿还是可以的。门槛哥啊，199，对的啊，就是要有个门槛。
这个你跑得来说，哎，我也不知道要聊什么，我也不知道想跟大家说什么，这种呢就不要来了啊，回头看我们的总结回放就可以了。正常应该赶不上这个节目这个活动了，那没办法啊。这个 APP 我有，东升科技园，有去哪儿和知乎是的，对，就在东升科技园啊，这个在西三旗那个地方，风景很好，人家是一整层楼啊，批了一半给咱们做活动，199还好不贵啊，这个反正就是专门要设这样的一个门槛吧。收拾国企，就是要执法了呗。这个执法实在难度太大了啊！你就是，你到地方政府到底是谁听谁的啊？党听法的还是法听党的？这事儿要搞清楚的。好啊，这个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到这里啊。这个欢迎大家在北京的啊，下周4来参加活动。然后其他地区的活动啊，我准备，等先把下周4的活动做完吧，我会去做一个大的问卷，这个挂出来，然后呢定期去更新，说哪个地方攒了多少网友攒够了呢，咱就开始去活动起来因为这次还要收钱嘛，以后的话没准说我们收完钱以后，你们还可以把我的差旅费出来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广东搞活动没问题啊，我们广东不行，你还是得广州、深圳，你要有一个具体城市。广东太大了，对吧？这个比如说大家都在广州啊，广州比如说凑了10几个人啊，然后比如说199的话，有个这个假设是这个什么1000多块钱啊，或者2000多块钱，那我基本上就可以跑一趟了呗。我飞一趟广州来回，再住个酒店，可能有个3、4千也就够了。对吧？那么这个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去玩耍一下，然后看看哪儿有这种孵化器呀，或者什么这种咱们在那儿可以稍微的找这种免费的场地去玩一玩啊，这个还是没问题的。武汉其实这种孵化器挺多的武汉这种免费场地，当然这个肯定还是要靠当地的朋友来帮忙找，像北京我还是比较方便可以找到的。其他的话我们也要去找一找，回头我也可以问问朋友有没有免费的这个场地所以就是我们以后可能就这样，就是免费场地，然后呢收的钱呢能够凑出我的差旅的一部分吧，不能要求你们全凑出来，对吧？如果是在海外的话，可能能凑出个这个1/5或者多少，我就溜出去了。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比如凑出个一半或者稍微多一点，我就溜过去，对吧？然后咱们大家可以线下见面，然后聊聊天。做一些碰撞让你们可以有机会活捉一次活的老范，哈哈，大概干这个事。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大家周末愉快。